我是 Misako。说到东京的2大地标，当然就是东京铁塔跟晴空塔。以往说到可以清楚看到晴空塔，或者是跟晴空塔合影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向台东区浅草压上那一带。但其实晴空塔的另外一边，江户川区、丰川区，其实也有非常多不那么多人知道，但是也是可以清楚拍到晴空塔的漂亮的地方。所以这支影片就是要带大家来个东京晴空塔的周边一日游。除了会介绍几个可以拍到晴空塔的景点以外，还会带大家深入在地的商店街去吃美食，以及去搭东京少数的路面电车。那在进入正片之前，先来感谢本次影片的干爹，也就是 Sony 爸爸。没错，我这一次收到了 Sony 的邀请，要来介绍他们今年最新发售的手机，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正在拍摄的 Sony Xperia One Mark 6。我一开始收到这一台手机，最大的感想就是好轻，而且超级有质感。再来就是他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是3颗镜头，标准镜头、望远镜头、超广角镜头，所以我觉得这一只手机非常的适合让我拿来拍摄一般的旅游 vlog 使用。这次东京晴空塔周边一日游的影片，我也会全程使用 Sony Xperia One Mark 6这一台手机来完成它。第一站来到了平井运动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其实是位在东京的江户川区一个非常在地的合体公园，基本上没什么观光客，大部分都是在地居民在这边可能散步、运动、骑脚踏车或者是野餐。而且大家有看到我背后这一片花海吗？这个运动公园最大的亮点，每年到了初夏，大概5月左右的时候，会有一整片的罂粟花田盛开，在这边可以轻松的拍到罂粟花海跟晴空塔的绝景。而且另外一边其实会有电车经过，所以你也可以拍到罂粟花海跟电车的合影，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其实说到5月，大概就是玫瑰盛开，但罂粟花真的是这边的规模算是东京都内最大的，听说这边就有14万株，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好拍，推荐大家如果5月来东京玩的话，一定要来这边。我刚刚就实际拿着这一只手机在这边拍了一圈，这只手机真的很好用，因为它有3颗镜头，所以你可以轻松靠一只手机切换不同的焦距来拍，像是标准镜头以外，还有16mm的广角镜头，再来就是它这一次有85-170的望远镜头，那你就可以在这边轻松的拍下晴空塔、人跟罂粟花田的合影。我刚刚跟尼卡诺真的是拍不停望远镜头造成的那个空间压缩感的照片真的是超级美。就有一台电车经过了，好疗愈哦！而且因为它这边电车班次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捕捉花海跟电车的合影，其实蛮轻松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一只手机这一次有特别推出长焦微距的功能，可以轻松的拍出有微距镜头的效果的照片。那你可以拿来拍花啦，或者是拍昆虫都非常的好用。在距离刚刚的平井运动公园10分钟车程，有一个在地小公园。这个公园真的是还没有什么人知道，正如大家画面所看到的，它有一个大型的溜滑梯，背后就是巨大的晴空塔。可以走上去这个溜滑梯的顶端之后，在上面直接跟晴空塔合照。推荐大家如果有去平井运动公园的话，可以顺道来这个小公园，拍出来的晴空塔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在人在锦细町这一带，不算是东京比较热门的观光景点，但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一带，生活机能非常好。你要购物的话，其实也有蛮多商城，像我现在所在的叫做 Aruka-Kito 的这间大楼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商店，像是无印良品 Uniqlo， 大家来日本常买的商店这边也都有。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美食餐厅，可以当做是旅游累的时候来这边稍作休息。而且最大的重点就是这一栋大楼的11楼有一个免费的展望台，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背后的晴空塔，真的很清楚欸。我觉得它这边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很漂亮。那其实除了这个免费的展望台以外，锦细町很多角度都可以拍到晴空塔，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来东京的话，不妨也来锦细町这边。我现在来到了锦细町车站，走路10分钟左右距离的一间咖啡厅，它叫做 Smida Coffee， 它曾经入选 Tabelog 2022年的100名店之一。我点了他们的厚切吐司，他已经帮我磨好了奶油，还有附上一个果酱。我还点了一杯他们的冰咖啡。其实这间咖啡厅它最特别的就是店内所使用的咖啡的杯具都是使用日本一个国家传统工艺叫江户切子的杯具。这个江户切子的工艺手法就是发基于东京的墨田区，也就是这一间咖啡厅所在的位置。那这间咖啡厅希望可以让这个工艺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如果要在外面买的话，大概一个都是至少要7000日元以上，这还是便宜的哦。贵的话真的是有到2、3万甚至4、5万以上你才买得到。它的特色就是杯具上面会有非常精致的切割花纹，因为我点的是咖啡，可能要把它喝光之后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像这一台 Expedia One Matic， 它其实因为镜头有大光圈，我在拍摄室内或者是夜间拍摄的时候都可以拍得非常的明亮清楚。它这一支也有小化微距模式，像是这种室内拍这种吃的东西啊，你也可以拍出很像单眼拍出来的效果的照片。因为这只手机它也有滤镜，如果你懒得调色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套用它的滤镜功能，马上让你的照片变得很有日系风格感。那再来就是我一路上跟朋友走过来，太阳很大，但是因为这只手机它的萤幕很显色，所以即使我在大太阳底下在滑手机，它萤幕的亮度也非常的充足。这点也是用了之后才发现很有感的部分。烤完放入了一阵子还是非常好吃，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间咖啡厅。现在来到了三之轮桥站。东京目前有2条路面电车线，一条就是东极的世田谷线，那一条线的特色就是它的车厢是画成招财猫的外观。但另外一条呢，就是我背后这个都电荒川线，它其实车厢虽然有非常多种，也有比较现代的彩绘，但是其中有2台电车的外观是非常的复古漂亮，加上呢樱花季的时候，你可以把路面电车跟樱花拍在一起。到了5月玫瑰盛开的季节，都电荒川线其实沿路也有种植了蛮多的玫瑰，你甚至可以拍到电车、玫瑰跟晴空塔的合影。都电荒川线它就是有推出都电的1日券，你只要有这个1日券的话，你就可以无限来回搭乘。大人的话一张是400日币，你可以买这种实体卡，或者是你可以透过 IC 直接储值 B 卡。
你是第一次来都电黄川县拍摄吗？我们来这里蛮多次的，这里非常好看。玫瑰樱花季的时候可以来这里拍樱花。我现在来到了潮押地藏通商店街，大家如果有来搭都电荒川线的话，蛮推荐大家可以顺便在一站叫根生总站下车，就可以直达潮押地藏通商店街。这一条商店街，我个人觉得是观光气息没有那么浓厚，比较可以看到日本人真实日常生活样貌的一条商店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商店街，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吉祥物非常的可爱。它的吉祥物是一只叫做 Skamon 的鸭子，基本上你走在这一条商店街就可以一直看到这只鸭子，而且它还有出自己的周边商品。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非常推荐连同这一条商店街来逛一下。我现在来到了潮押地藏通商店街附近的一间叫千层最中的老店。这间店其实从昭和时期就开店了，到现在大概有80几年的历史。这一间店主要是卖最中这个日式甜点，它的最中呢有非常多种的口味，像是我刚刚看它有红豆口味的，还有芝麻的，也有梅子口味的。它的礼盒也蛮可爱的，我买的是红豆口味跟芝麻口味的，蛮可爱的，看是要自己吃或者是送朋友都非常的适合。那这一间店除了最中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招牌的甜点，就是我手上的红豆奶油铜锣烧。它这个铜锣烧不简单哦，你看它里面有夹了红豆馅跟很厚的奶油。你点了这个铜锣烧之后，店员就会在你面前现场烤制这个铜锣烧，但是因为它每天现烤的数量有限，下午3、4点就会结束。但也别担心，现烤的份如果结束了，这个店内也有提供非常多单个包装，已经帮你烤好夹好，可以现场外带走的包装，里面内容物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一间千层最中，它其实有2间分店，一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潮押店，店内可以让你吃东西，它还有免费的卖茶。夏天的时候来店内坐坐休息一下，我觉得还不错。我咬到奶油了，发现它的铜锣烧就算是冷掉也还是很好吃，而且它里面加的奶油是有盐的那一种，加上你的红豆馅的甜度，整个综合起来就是味道刚刚好，咸甜咸甜，很过瘾的感觉。第2次吃还是觉得很好吃，奶油超厚的。它的奶油真的好强哦，它给的料很大方很多。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三之轮桥站。那来总结一下这一次东京晴空塔周边一日游的心得。老实说，很难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景点。这次去的景点大部分都是我第一次去，每一个点都蛮好拍的，像是从一开始第一站的平井运动公园，或者是可以拍到晴空塔的溜滑梯，还有锦细町的免费展望台，以及我背后的这一条都电荒川线。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Sony 的邀请，让我有机会用这一只手机来完成我今天所有的拍摄。今天这样一整天拍摄下来，首先让我蛮有感的就是它的重量还有操作，因为像这只手机它其实比起其他厂牌的旗舰机来说是真的比较轻。再来就是它操作界面的整合，让我在切换不同模式的拍摄的时候也变得非常的顺手。然后这一次重点的镜头部分也非常的值得称赞，因为它除了标准镜头以外，它这次有做到85到170的望远焦段。那像我今天在拍晴空塔或者是电车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长
长焦微距功能很好玩，像我今天在拍花、拍昆虫的时候就特别好用，那个成像简直可以取代单眼。最后是拍影片的时候我很在意的人像部分，因为这只手机它有 AI 人像模式，所以拍人像的时候蛮漂亮的。然后录影方面我也觉得蛮强的是，因为它这只手机有 AI 姿势预测功能，像是里卡多他在帮我长镜拍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追焦咬很紧，就算我出镜再回来，它的焦也还是会在我身上。而且这一支还可以拍摄慢动作，如果你想要拍动物啦，冬天的时候你要拍雪的时候，这个慢动作的功能也蛮好用的。总结，这一支手机我觉得蛮适合拿来拍摄 vlog 的。我今天一整天拍摄下来，觉得用的蛮顺手的，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我规划的东京晴空塔周边一日游的影片。欢迎留言跟我说你最想去哪个地方。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